布林肯打着新算盘要对中国下手，未料被沙特给了一个下马威，拜登政府的努力要白费。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先生观察室。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沙特进行了访问，那么期间呢，讨论美国与沙特在全球问题上的战略合作、安全合作等等问题，这不禁让外界就有些疑惑了。布林肯在近一段时间这个中美两国多场互动当中，都没有露面如今对沙特进行访问，难不成是放弃了访华吗？据悉，此次布林肯前往沙特呢，是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后的首次那么基于这个背景之下，大多数人认为他这次的目的是想要拉拢沙特对付中国。而至于之前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美多场互动当中，他也并非是退居二线，而是布林肯的缓兵之计，他正打算着新的算盘。事实上，包括这个布林肯在内的美国多方高层虽然表面上一直都在寻求与中国对话这个寻求对中国进行访问，但是其实明眼人也都看得出这个那都是假的，不是真心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敌意随着这些年来中国在多个领域的迅速发展是越来越大，而尤其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为了打压遏制中国，想尽了各种办法这期间不惜触碰红线，在台海问题上频繁的叫嚣挑衅。所以其实也不用美国明说，外界都知道美国寻求与中国对话见面的目的，它就不是为了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因此面对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美国就更加坐不住了。那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本就对中国存在着极大的敌意，结果沙伊两国还是在中国的斡旋下握手言和，这样美国就很不安，担忧中国在中东的地位会超过自己。而另一方面，沙伊和解，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呢肯定是有所下跌，这显然是不符合其利益的。出于这两个方面，布林肯此番访问沙特在我看来，除了是想要寻求修复美沙两国之间的关系，也是想要遏制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只是美国没想到的是，布林肯这新算盘刚刚打响，就被沙特给了一个下马威。有消息说呢，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这个俄罗斯等其他主要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在一次会议上就如何保持石油市场的稳定来进行了讨论。最后讨论的结果是，他们同意从2024年这个将日产量的目标调整为4046万桶。更值得一提的是，沙特作为在欧佩克加组织中最有影响力的国家，那么宣布另外在今年7月份减产每天100万桶。你看上去这是各国为了保持石油市场的稳定以及保障石油市场长期的可预见性，但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跟美国对着干要知道，此前美国为了劝说沙特增产，总统拜登呢亲自到访，尽管那个时候沙特就没给美国这个面子，但现在无异于是在美国的伤口上撒盐。且不说石油减产对美国而言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这也必然会给美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仅布林肯的新算盘就注定要落空，连石油这方面，沙特都在跟美国硬碰硬。在美国想要对付中国这个事儿上，沙特估计呢更不会搭理美国了，要不然也不会在布林肯还没有到沙特的时候给美国这么一个下马威所以你看，一定程度上，沙特这也是替中国开了一枪。而与此同时，沙特的举动也向美国释放了一个残忍的信号，那就是你美国在中东地区为了增加影响力，多年来所做的努力都将白费。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